就是承办检察官林俊彦针对一些柯文哲案的相关事证来进行约询这个部分我就侦查部公开不对外说明了，谢谢。可是您是证人，没有不公开这个问题吧？我知道，但是因为那个起诉书就快要出来了，大家看起诉书就知道。谢谢。你好，欢迎收看《新闻面对面》，我是谢仲。来，一开始为你介绍今天要请到的特别来宾，左边第一位台北市议员洪建义，五个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理工男黄创夏，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陈东豪，大家好；右边为您邀请到桃园市议员林涛，五哥好，大家好；资深媒体人邵云夫，大家好；财经专家徐清煌。五哥好，大家好。好，那在下个礼拜柯文哲的案子是不是真的会起诉呢？所有的人，大家目光焦点摆在这个地方，因为那个起诉书所有的内容可能会决定在国内，好，除了在司法案件以外，甚或在国内政坛未来的氛围到底会是怎么样，大概都会有一些影响。今天在现场几位来宾，好，包括建议最近提到包括众望的一些相关的一些内容 ，OK， 东豪，待会儿大家会问说那个8张支票，包括 L 先生到底会怎么样一个来源？清煌。嘉诚到底是谁？那段的对话，我讲那段的对话，我到现在还在等陈佩琪要出来言辞的驳斥或否认。因为如果要是照清煌讲那个嘉诚的证词做出来的话，表示陈佩琪是知道这样一些事情的。他甚或最起码看过那个所谓的一来一去的，而到底怎么样一些处理，他到底是不是知道？这跟整个案件的内容，甚或者陈佩琪未来的一些身份，是不是都会有一些的关联性？当然，他没讲话，不代表这一定是事实或怎么样。可是，照一般来讲的话，我讲这个严重性，他应该不会是不知道。所以，这整件事情，今天在所有现场来宾，大家如果把所有在未来看是不是在下个礼拜起诉书会出来，那里面会勾稽出来到底有多少一些你现在所知道的一些事情？那里面起诉书会很厚吗？它会比少数还精彩吗？它会变成科幻文的现实版吗？所有这些都是大家所关心的内容。好，如果真的来看，创下今天刚好算柯文哲收押100天，OK， 我不知道佩琪会不会又发文，在这100天的时候特别想念柯文哲啊，类似这些。今天大家看到大家熟悉的一个好朋友张义善。我在礼拜1的时候，有来宾在我们节目讲说，接下来会有他的前幕僚被传唤。我那天在节目里面有讲说，前幕僚张义善应该是前幕僚，结果他今天对被传去作证，到底要证明什么呢？尤其柯文哲、李文忠所有这些相关的联动，媒体前2天有在讲说，包括会不会有重罪几个人，有几个人会轻重，会这个样吗？基本上呢，今天呢，不但是柯文哲被羁押100天。又是13号星期五，所以呢，有些人就想说，哇，真的是黑色星期五，对不对？不过呢，坦白讲了，黑色星期五对柯文哲和民众党来讲早就已经无量下跌了，所以呢，已经跟崩盘下市差不多了。你看他们现在只剩5.7%的支持度嘛，然后2.2万人的投票，有效投票率只有22%，那其实你看就几千票。可是后来我不知道，你说22%。是他们后来把那个被剔除掉的，不是讲说后来又有大概500个人被剔除掉，对，算一算只剩下10%几吧，10几，对啊，对，25还是多少？所以那你就代表着，其实他们现在连那个线上投票，还不用投票，还不用出来耶，对，然后有这个热情的，还要挺民众党的，就剩下几千人了，所以这个无量下跌的情况。整个柯文哲这状况，那当然起诉书出来之后，我保证黄国昌大概不会是科幻文了，因为他现在喜欢讲垃圾嘛，对不对？所以垃圾可能民众党是另外一个说法，但是你今天看到是再传柯文哲，再传李文忠，而这些人本来在最后的要 close 之下，一定会问，但是问了一个人，今天又问了比较意外的，张义善，柯黑，非常资深的柯黑，已经被找去，而且呢。他叫前幕僚，好像也抬举他了。他应该叫上古时代前幕僚。对，他离开柯文哲多久了？那这个以他如果在柯文哲身边还能够了解事情，因为早传绝对不会问他的是什么传闻嘛。对，一定是他亲自有经历过的事情。因为他是证人嘛。证人嘛，那一个东西大概就会是392到560之间了。林聪明那个时代了。所以你会看到现在已经是查到那个部分了。然后查到那个部分的话，所以呢，现在柯文哲大概我们都说起诉书，人家现在目前去算的话，还有很多案子，什么8张支票啊，什么很多。那目前是媒体也去算，他至少是4宗罪，还没到7宗罪啊。7宗罪 ，OK， 他至少是4宗罪嘛，对不对？收贿、图利、背信、侵占，那这里面就包含了
那些政治现金有没有侵占的，有没有一些公益背信、公益侵占什么的，然后收贿图利，这个大概起诉书会出来，但是后面会不会有七宗罪？可能有，因为有太多事情，可能我们知道他案侦办，这会持续下去，所以整个民众党、整个柯文哲都往这个方向。那至于张义善要去谈什么呢？一定就是林宗明也去了好几次啦，然后。上次什么配秀对不对？那个邵秀佩也去了啊，邵秀佩蛮关键的，也问了4次啦。所以这些东西让柯文哲和李文忠或相关人也问了很多次，大概有些东西都不拢。所以关键的当时有在旁边可能看到的人，大概才去问。所以目前传说是整个起诉书已经写了90%了。那90%的最后的话就是里面的文字啊、逻辑啊、事证，把它弄得很清楚之外。大概以后我们每天都要背登山背包来上节目。不用担心，我们会准备帮每个来宾准备好那所有的那个起诉的内容，免得大家要跑来跑去背得这么厚。可是现在看起来的话，如果照刚才创下这样讲的话，你知道，一般检方这样，最后我在节目里面有说过，最后如果要是案子要结以前，通常所有的被告会传一次，对，然后最后问说你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意见要表达，那有没有什么你要说的或什么这些东西大概会是这样。这时候不管是辩护人或是被告就知道说差不多就是应该要侦结，起诉不起诉与否，大概就在这个时候。而已经传到张义善他们的话，那感觉上就已经是太阳系以外再传到银河系。那这到底要证明的是哪一段的在这个里头？可是，不可讳言，大概其实相关的内容大概都已经巩固了差不多。那现在就是起诉书，不要讲说8、9成这些，甚或有没有可能就是最后等检察长看是不是好，到最后这个案子要结。那东豪，但在这个节骨眼，柯文哲已经压了快4个月，那个硬碟是在8月30第一天搜出来的，是，然后在这个礼拜告诉你蹦出来。8张巨额支票的影本，这个来龙去脉，还有包括我在节目上一直到现在都还问大家的是，谁会想到这种支票？我为什么上礼拜2的时候要问活化石？因为就是这么久以来，大家看过，不管在政坛，你说像建议林涛自己在政坛，大家媒体人、财经专家跑了这么久。谁会用支票？然后你讲是不是有一个 L 先生，他的整个爬书的那个过程是怎么样？先拆成几段来讲那每一段之间不见得直接有关那个我在判断义善去作证，义善在跟柯文哲之间相关有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当然是他直接担任那个台北市的顾问的时候，他的办公室就在市长室隔壁，然后第二个阶段是民众党成立的时候。民进党成立的时候，你要知道说，在民进党成立的时候呢，柯文哲以民进党成立的名义跟企业界做了不少募款。那个时候民进党要成立的时候，主要是他跟蔡壁如。所以如果我们在看柯文哲的那个公益侵占的问题的时候，如果是不管是个人或者企业要捐款给台湾民众党，结果变成他个人的，那个会有事情。所以义善的部分呢，我等到今天晚一点或晚上的时候，其实大家应该会知道答案。东豪刚才讲到说，会不会跟包括那个时候他在顾问的那个时候，一个是顾问嘛，或是他在当你说筹备民众党的筹备，为什么？对，这有2段，第一段因为他是顾问，你说他的办公室在市长的旁边，隔壁啊。所以那时候不是有一段是讲说，有没有送钱，有没有到市长室，那个过程有没有所谓的后面的电梯？他们后来那一间被改成小会议室啊。所以这个义善应该会知道。还有你刚刚讲筹备民众党成立，朱慧荣，还记不记得朱慧荣去作证？他出来有讲说，检方连那个时候在民众党筹备成立的那个过程。都有问到朱慧荣，如果问到朱慧荣，那应该张义善可以问。对，OK。所以义善的时间点上面有2块，这是第一个，就是我们先把它厘清的那第二个我们讲8张支票，8张支票影本你不要把它想成一定是跟沈庆基，不一定啊，8张支票可以是1个来源，也可以是8个来源。因为朱阳虎想沈庆基很小气，这另外我等一下再解释 L 先生，包括那个OK。那所以8张支票，它可以是1个，也可以是2个，也可以是4个，也可以是5个。所以这个部分只能等起诉书。好，那检察官不会莫名其妙把这个东西丢出来嘛？或者是侦办单位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消息就走漏了。那8张支票，如果这8张支票都不是
沈庆金的话，那起诉书里面我们是不是一定看得到就不一定？嗯，他也许要另外分案。嗯，好，所以你在看那个起诉的时候，还要注意看一下有没有另外分案。嗯，哦，8张如果比如说8张跟沈庆金都没有关系的时候，那他跟民众党的政治现金也没有关系的时候，那他可能要分他治案。但是如果他跟政治现金有关的时候，他会跟着那个公益侵占一起走，那就有机会看到。那如果是跟沈庆金有关的话，当然金化成那个部分你就看到。所以8张支票是可以先这样子看，就是你现在不需要猜太多。那因为是放在柯文哲的随身碟里面，就表示是要给柯文哲看的。那上面的名字一定不叫柯文哲嘛。如果上面名字叫柯文哲的话，就直接 bingo 了嘛。上面一定是其他的名字嘛。比如说引用上一夫在现场，上一夫这些想讲的另外一个理由是，他搞不好上面根本没有名字。柯文哲爱填谁就填谁也可能啊。其实 L 先生这个有一点点小小的差距哈。我讲的是2件事情。我先讲我前面讲的那个一个男生的我怀疑的哈，那一段是怎么来的哈？我是根据朱亚虎讲。朱亚虎讲说，跟检察官讲说，沈庆金跟柯文哲之间还有另外的管道。沈庆金跟柯文哲之间还有另外的管道。不是都要透过他，因为跟他有关的是210万最直接的啊，1500万又在其次。那另外还有管道是什么？这个管道是不是就是 L 先生嘛？我的讲法是，我所知道的啊，我所梦到的，我所听到的，我知道的，我梦到的，我听到的，三种来源。没有，我没有捡到，因为捡到要有个东西。好，梦到，听到也可以。我听，就是另外你再根据那个几个延押裁定书里面哈，由于像沈庆金那边有一个没有到案的可能的共犯。那这个共犯我所听到的是男的，是一个男生，然后呢已经离开台湾。好，那有一段时间了啦。赛夫，你看我看，你要讲重点，最近有上过新闻啊？我有讲，最近我最近梦到他有上新闻。OK， 好，所以我所描述的这个角色是这样子。那这个角色不是前市府的员工哦，不是，不是民间人士，民间人士，演艺界的那这个人呢，这一个男性呢，绰号是一种鱼类。都不用来，我直接讲。这个你们到最后讲完就把名字讲出来就算了。这个男生呢，刚好跟柯文哲也有往来，跟沈庆金也有往来。OK， 好，然后我们再讲 L 先生。好，那个一段 ，L 先生是另外一段。L 先生大概最近在猜的是林炳文嘛。好了，那林炳文，你直接讲没有错嘛？大家在猜嘛？对，大家假设。公堂之上，假设一下又何妨？有用的，因为上一部就直接讲林炳文啊，他其他节目呢是你讲的，我没有，我是说是你讲的，没有，我是说，因为有人提到林炳文，我只是说林炳文北检确实有查这个人有没有关联性，这我就不得而知。OK， 因为大家就想 L 先生嘛，因为林炳文的林是 L 开头嘛。好，那林炳文跟柯文哲有什么关系？林炳文跟柯文哲有关系？对啊，有什么关系？就是柯文哲请管中闵吃饭的时候，那个账是谁付的？这个检察官应该去查一下嘛。因为在88会馆嘛。那再过来，今年5月的时候有一个很好玩的事情哈，林炳文提示的那个一个本票是沈庆金的本票，是2亿吧？2亿9000多万港币。好，港币嘛哈，那你折合台币大概10亿，乘以4嘛。9亿多，对。那这个民事呢，是这个林炳文败诉。败诉的原因是林炳文在这个主张这个本票债权的时候没有先做提示动作。OK。那然后呢，而且林炳文5月的时候就没有出庭。所以呢，法院呢就直接判这个债权不成立了。好，现在回过来，当时啊，沈庆金我忘记是他自己出庭的还是他的律师出庭。他没有否认上面他的签名，但他主张是上面没有签日期。日期是后来有人倒填的，一个没有提示日期又倒填。事后填的，
所以他主张那个本票无效。关键是沈庆金没有否认那个是他开出去的本票。那个时间点，那个本票时间点，有点有趣，是不是20？对不起，现在一下想不起来哈。反正你去看那个主张的时间点，三角关系嘛，林炳文、沈庆金跟柯文哲，啊，所以这个很容易让人家产生很多想法。我相信检察官应该也会去了解过。所以有一个男生是一个在逃的共犯，是有这件事情。OK， 请参阅沈庆金的言押书，然后你可以去对这个朱雅虎的目前的侦讯内容。林炳文跟他们两个人又有一些交集，这是另外一件事情。好，8张支票是不是一定是沈庆金的？我们不知道。但是既然有支票的影像在那边，柯文哲又会留下来，这个深具意义。好，所以我们可以这么解释。但你这个解释觉得不够干脆，对不对？我也知道不够干脆啊，因为我也只能等起诉书啊，因为我们不是检察官，好不好？我不是检察官，所以我不能替检察官讲。这个就是一定是什么？但是社会上的事情听得懂就听得懂。因为沈庆金啊，沈庆金的公司很大，他会有很多下游厂商。支票会不会是下游厂商帮他开的？有可能啊。这个因为有开票人，我们不知道答案，检察官是知道的。那《镜周刊》会知道这件事情，你说要我想说跟沈庆金没有关系吗？在人之常情，我们当然会推，跟沈庆金的关系。好，可是我还是讲，那个最后的答案是一个人的还是几个人的？再等他1个礼拜，应该就差不多了。OK， 刚才通常讲这些，那当然已经帮观众朋友把这几个可能的关联性，大家做一个爬梳。那大家是在堆砌出来说，在未来起诉书里面会不会看到这些？那当然，最后每个来宾都会告诉你，最后当然以起诉书里面最后看出来为主。东豪刚刚讲到那段，跟观众朋友大概解释一下，支票跟本票之间，支票在一般来讲是支付证券，就是。你只要看到支票，见票即付，就算上面没有抬头、没有人或者怎么样，就是支票人。可是后面都要有背书的，就是你要领钱，后面一定要有谁领啊，或者什么这些。所以一直在讲说，谁会把支票拿出来摆在那个里头大辣辣的？如果有涉及到任何非法的话，为什么这样？刚讲到本票，本票一般是保证工具，所以呢，前面会有一个提示的动作，我是保证而已，你只要让我有时间去准备相关的一些这些款项啦或什么这些。好，那这些都会牵扯到。为什么那个案子是这样？这个案子你看到支票的时候，会引起这么多一些的疑云，但这个疑云的过程，刚才我不知道东豪在讲的时候，导播如果你拍到每一个人的表情，那真的好看，每个人的表情有狐疑的，有微笑的，然后每个人在讲到那些都好，也有上一副那个惊讶的，对。我没有讲那个名字，我是说北检有查，但是不是这个样。然后建议呢，就从头到尾那一抹神秘微笑，我也不知道。尤其讲到说，那8张支票，不见得是沈庆金的，不见得是金华城案的，不见得是同一个人的。建议你那个一抹神秘的微笑是，你觉得是有可能？应该是说8张支票，我告诉过各位观众朋友，我的年纪算50几岁，所以早期听到政界有一些。政治麻将方式的，我票开出来，那票开出来，其实我也没有指定要给谁，所以这票怎么由来？这8张票，我应该是讲说，这8张票其实早在检察官早就知道，最近会丢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已经确定是谁的，也确定说方向来源跟谁领走了，但柯文哲这8张票，刚才如同东豪哥讲，他可能会另案侦办，但也有可能是因为所有的政治现金脉络有关系，所以必须要在月底的那个起诉书里面要呈现。所以这8张，我个人认为啦，不是柯文哲笨就是呆啦。你政治现金，一般政治人物政治现金，你这么高水准的人，你怎么会去拿8张票？那这8张票，我个人合理怀疑真的是政治现金。有一些老板，我出门不带现金。我真的要捐你，那我也依法我要捐你，我开票，我票开给你的时候，那反而是你要开收据出来，
你没有开，等的是柯文哲整个吃掉了。有可能是这样子。不是，如果照媒体讲，那8张支票政治现金不能高到这个样子啊。那8张支票如果照媒体讲，巨额，对啊。那如果依照巨额的话，那我就合理怀疑是不是有所谓的后线。那后线你开支票，柯文哲，你老是说你的智商157，后线有人在收支票，那收支票，柯文哲以柯文哲这种斤斤计较的个性。我讲一句实的啦，你拿到地下汇兑，不用指定抬头，比如说不用给我洪建义，我拿去地下汇兑，比如说到某家公司，公司也要收手续费啊。我觉得柯文哲的个性不至于会去花这种钱。所以这个部分巨额啦，真的是用什么方式来的？我个人认为这个可能是有点是他案，我觉得政治现金的机会不大。不。来，一夫，再给你一个机会，再解释一次。你刚才讲，对你讲的状况是什么？可是平常讲，大家有一个共识啦，就是这8张支票跟本身金华城这个案是不是一定有关系？不一定，因为前面曾经有过几个案子，包括财产来源不明或什么状况，他就起诉以后，然后告诉你我另案侦办。那可是还是回到那件事情，第一个，在这个节骨眼上丢出8张支票的影本；第二个。8张支票，我还是回到那句话，谁会用支票？没有人会去用支票。如果有不法，没有人会去用支票。好，但不管，他就是看到有8张支票一些影本，所以你判断在这一次起诉书里面，不见得会有8张支票的交代。因为现阶段可以看得出来，检察官是如果起诉的话，是针对金华城跟政治现金。如果这8张支票里面，如果有部分与这两案无关，而是可能与他案有关的话，那起诉书看不到那个与他案有关的支票，因为如果他案支票的话，一定会移到另外他案里面作为证据嘛。如果有需要他案的时候，在起诉的同时，北检应该就会告诉我们有另案侦办，在侦办中，应该同步会告诉我们。所以那一个基本上是看那8张支票，基本上跟检察官要起诉的案情是不是与本案有关。如果无关，大概我们在起诉书上面或是附件上看不到。好，那可能。万一如果是跟其他有关，在侦办的时候，如果一旦其他案子也起诉，那8张支票可能在那个案子上看到。如果这个时候，如果照你这样讲的话，会不会某种程度帮起诉以后，法院要不要接押，或是其他的一些案子，我要不要再押你？有可能埋一个伏笔。就我已经告诉你有这些，但是我还有一些东西要查，而我有这个证据，但是到底是在什么样的一些的来源或是去向，所有那些东西，我还要花很多功夫查。因此我一定要续押他，要不然的话，法院你起诉以后，法院你就接押他。因为你看，因为我们都我跟东豪他们，我们都记者出身嘛。其实你去看那一个写8张支票的写法，因为你看，因为我们都我跟东豪他们，我们都记者出身嘛。其实你去看那一个写8张支票的写法，检察官依据支票的讯息、支票的揭露的讯息资讯去追查流向，如何那个兑现，那如果是很简单一件事。支票，徐金旺开的支票给我，我拿去兑现，有什么好追查流向？如何兑现？这几个字用得很奇怪。那换言之，这张支票真的是开给柯文哲直接兑现的吗？看起来不是，它是一个问号。因为你看他的那个写稿的那一种文字的叙述的时候，检察官还要花一段时间去查，这8张支票在你的行政一点拿了，这8张支票跑到哪里去了？我还要去透过银行说，我行文给你，你告诉我这8张支票有没有在你银行汇兑？那什么时候兑出去的？是在哪家分行或是哪个账户存进去的时候你汇出去的？那个账户又是谁？又开始一路追，然后追下去嘛。如果很简单。开给柯文哲对下去的话，那我根本不用如何追查去向嘛，好，但这个就很有趣了，因为我常说朱雅虎说
神经经有很多方式，好，很多方式。我们假设这支票部分有跟金华城有关，假设的话，第一个，我跟徐金煌签一个合约，他我的下包，实际金额2亿啊，我跟他签3亿啊，那1亿你去付啊，第一种方式啊，第二种方式，我借钱啊，我跟徐金煌借1000万啊，徐金煌1000万不要给我。你直接汇到陈东豪那边去，然后再叫陈东豪汇到哪里去，然后金煌记得等一下这样汇1000万给我。最终的结果是我欠他钱而已。好，我欠他钱，那支票一定是我开的吗？不是哦，我只是欠你钱而已，我跟他借钱啊，那钱只是他没拿给我而已啊，他又是另外一种方式啊。第三种就刚才讲的，有没有兑现？那就。我开一张支票给你，告诉你说，哎，你到那个陈东豪搞地下汇兑的，啊，他经常搞，然后你就真的啊，没有，原来东豪是靠这个，没有，然后就说，因为我跟他有关系嘛，那你直接去跟他那一边做地下汇兑，那地下汇兑一定会扣手续费，但是我问一句话，收汇的钱你会在乎那手续费吗？看人不会，柯文哲可能会看人，只有一件事。收汇的钱一定不能曝光，多跟少，那是其次的问题。少个，我说收1亿，少个50万无所谓，但是呢，不能曝光，对，地下汇兑，好，他汇兑给他钱了，他拿了那一张支票来跟我拿钱，然后那一张支票作废，连嘎进去都没嘎哦，连嘎都不嘎哦，那如果检察官说这8张支票都有兑现的话，那会不会在地下汇兑那一关就直接去嘎掉了？可是如果有兑现，应该就不会在地下汇兑那个地方就嘎掉了，因为如果在地下汇兑那个地方就嘎掉的话，钱就不会浮现在台面上了。那一张支票如果没有 title， 陈东豪去拿去嘎了。对。可是这样子，他就会出现陈东豪拿去嘎了。对啊，嘎了以后就会查到陈东豪，查陈东豪，就传陈东豪来问，对，你为什么嘎？然后讲说这地下汇兑给他的钱，去查那个地下汇兑，对，然后那个地下汇兑就说是他给我的钱，所以不是那个金流就出来了，所以才会有一段说，检察官去查如何汇兑，就追查。那如何汇兑的话，他是透过没有，他是透过什么方式绕圈或是干什么汇兑，怎么样要去查？我就说。我开支票给洪建义，洪建义直接嘎进去，那我根本就不用查了嘛，就把洪建义抓来问就好了嘛。对，文字叙述是这样。他文字叙述如何汇兑追查去向。那你不管了，上面就算没有受款人，我们都知道那个请领支票的时候，跟银行请领支票，银行谁领走了编号多少多少多少，这个支票本跑不掉，谁领走的很清楚嘛。而且支票里面规定必填4项，发票人一定要填嘛。你根本不要管他的编号，那上面一定有发票人是谁啊？那你今天检察官要去查这个并不难，对，只不过是查这张支票是不是有流动了很多次，最终的汇兑人是谁？然后这个人为什么汇兑？看起来无关，又开始在查说为什么你去汇兑，怎么样一路查。我讲白一点，检方一定要证明，就这8张票最后所有的钱是不是流到对跟柯文哲有关系嘛？如果没有的话，也不见得有用啊。柯文哲就纯粹欣赏，对，就是摆了8张支票，原本纯粹欣赏。我觉得不是纯粹欣赏，我觉得他是留个证明，留个证明，就算。如刚才说的，如果走流向什么搞得很复杂的时候，我要存一个证明。我要存个证明，表示你真的就是有要给我这些。这个是在我手上。OK， 好，我留个证明。然后后面才知道说，我交给谁汇兑的时候，这笔钱在谁手上，我要去把它拿回来。我要留一个证明是开给我的。我觉得基本上那一个。可能是他来不及钱领完了，来不及销毁，忘了。如果以正常人的话，其实领完钱，我就要想办法把它消掉啊。这2天有另外一个说法说，其实那个硬碟里面包括支票的那些银本的是被删掉的，只是被检察官还原回来了，只是被还原回来了。那还原回来以后才会开始追查这些。财经专家来，
秦王，你自己财经专家看待像这样的一块的时候，好，这是第一个，你会怎么样看这些支票的事情？第二个，你讲嘉诚证词的那一块基本上对很多人听了会非常压抑。OK， 你一定也听到很多人在讨论像这样一些事情。第三个，刚才创价在讲说，譬如那个邵秋佩那一段的时候，你有冒一句话出来说邵秋佩的角色很重要。为什么你会这样觉得？哦，第一个先讲那个支票的部分啦。我这样讲，这个支票哈，为什么前面这个东豪哥他们在提到林炳文的时候，这个我会就是笑出来，原因是因为这个林炳文、88会馆，然后郭哲敏，然后甚至在更之前的这个涂成文，好。他之前你看那个 IMB 他们洗钱的管道有透过涂成文的这些管道嘛？那我会这样讲，就是说我看了他们的案子之后呢，我发现他们洗钱的模式大概都是循同一套的线啊。就同一套线，那同一套线不一定只说是同一套洗钱的管道，而是说他们的模式都很相像。我举个例子来讲，像以刚刚那个支票的例子来说好了，我找一个不相干的人，就这个人不是名字绝对不是柯文哲，找一个不相干的人，那这个票呢，我到银行去把钱给领出来了之后呢，我钱再去跟这个游戏公司买了他的游戏的点数。那你要想说，你买的是一个在游戏账号里面所拥有的游戏的虚拟点数，然后呢，我把这个游戏的账号跟游戏的虚拟点数呢，再卖给一家境外的公司，我把账号跟虚拟点数都卖给那家境外公司了之后呢，这个现金的交付就是在境外直接交付。那我请问你要怎么做追查？你这很难追查嘛，这流向就很难去了嘛。那所以呢，这个就是为什么像这种方式呢，你会发现就是说，像涂成文也好，然后或是像郭哲敏也好，他们擅长在做的呢，其实都是类似像这样的方式，让你很难去往后面去做追查。然后这个模式这个之前是拿那个游戏的那个虚拟货币的方式来做，后来它是连真正的加密货币、虚拟货币加进去了之后，让整个这个洗钱的方式变得更复杂，你就变得更难追。所以当我的这个交易的行为你想想看这个我们如果灌电视机前面有在玩那个线上游戏的这个观众朋友尤其是有很多手游你的账号，因为大家账号在网络上是可以买卖交易的OK， 那你的账号里面拥有很多的点数，拥有很多虚拟的宝物这个价值非常的高，但它价值高只有游戏的人只是知道，外面的一般是不知道的。但他把这个账号卖给一个在海外的公司，卖给一个境外的公司，然后他在境外，比如香港完成了他的这个账号的交付，然后同时还付钱给你。那请问他付钱给你在香港的某一个账号，你要怎么抓？所以他等于这个动作其实让你就变成说，你要抓他这个资金的脉络就变得复杂，这是一个。那这一件事情呢，第二个他又牵扯到哪里呢？刚刚前面是不是有提到说你在洗了一圈，到最后发现柯文哲说这又不是给我的，这关我什么事？所以这个就是我怀疑这个支票为什么要特别留记录下来，因为这个支票上面一定会有留某些记录，是让柯文哲可以去追查说后面回来的某一笔的钱，原来跟这支票上面这一笔是有相符合的，所以这 A 笔钱是跟第一笔钱符合的 ，B 笔钱是跟第二笔钱符合的 ，C 笔钱是跟第三笔钱符合的，是用这个方式把它最后都在一起，所以这个是我的判断。所以要不然的话，根本不需要留那个支票的那些银本。对啊，因为他是要做比对，你觉得？因为他是要做比对。第二个这个回答说关于那个嘉诚说的部分，嘉诚说的部分也是我的一个消息来源提供跟我讲的啦。所以呢，那一天我发在自己的这个社群上面呢，我才会把它发出来。但是我把它发的比较保守，我的叙述是说这个听说有嘉诚的证词说。陈佩琪跟柯文哲说家里不要放这么多的议员，这个消息如果是真的的话，那这担忧真是奢侈的幸福啦。那结果大家在讨论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当然这个每个人都觉得这样有这个议员在家里面是真的很幸福啦。可是大家更关心的是嘉诚到底是谁嘛？我看这个有议员那个洪建义他家旁边有一位议员，两位议员，那位是上义夫，对，你是上义夫，你感觉好像你的这个角色更接近这。然后这个重点是这个嘉诚，有人从李文忠啦、橘子啦这样拆了一圈啊。昨天有人看到那个，因为有新闻出来了嘛，标题账号写一个女生的她，就怀疑说这个是不是橘子。但这个嘉诚其实各位可以去想这个嘉诚的范围其实可以是很小很小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当然是你要想说这个话的内容呢，一定是跟柯文哲、陈佩琪很容易接触的人，所以呢，他的角色好，我再说穿了，因为反正有2个随扈嘛，因为消息来源跟这个要我不要把名字讲出来，那随扈有2个，所以至于是随扈的哪一个，大家就自己猜嘛，随扈有2个，随扈哪2个？我没有说他有没有去打扫，就是没有2个有1个被传讯，OK， 反正随扈有2个嘛，那我听到的消息是有这样的一个嘉诚然后在做证词的时候呢，讲了这样内容在笔录里面。那这段话会不会出现在起诉书？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这段话直接跟柯文哲他们相关的罪行的这个程度到什么状况。
这段话会不会出现在起诉书？我不知道，因为我不知道这段话直接跟柯文哲他们相关的罪行的这个程度到什么状况，所以他会不会被放到那个起诉书里面去？我不知道。但是因为听到这一段话的时候呢，听到这个消息来的时候，实在是太震撼了。想说这个。看着家里有易来易去的这个困扰，其实这个是我们所很难想象得到的。所以那一天呢，看到这一则新闻出来的时候呢，我才会特别写上这一句。而这一句为什么要写上这一句？是因为这个如果你有印象的话，那一天林传媒发出来这个说橘子有这个议员的内脏啊，这个可能这个会让柯文哲多一条财产来源不明罪。那这个内容为什么我要特别写这句话？就是因为这个橘子处理的就是如果。因为我有跟写这个报道的这个记者查证过了，他说就是真的是他处理的账目真的是跟义有关系啦，所以你就可以想见为什么橘子的重要性就这金额真的很大所以这是第3个要回答大家的。那第二个要回答大家，第3个就是少校配，少校配真的这件事真的很重要，这个2真的很重要，为什么真的很重要？很重要。告诉大家在本案到目前为止唯2认罪的2个人，唯2认罪的2个人只有2位。第一个叫做朱雅虎负责行贿的；第2个认罪的呢是邵秀佩。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本案要讲清楚的是第2个认罪的邵秀佩真的很重要，因为邵秀佩承认的那个部分呢，至少我们就这边来看好了。图利的部分是不是要证明说这个市政府真的本来不需要是你做然后呢，但是市长明知这个违法，但是你还是坚持要做，对不对？这图利的部分。那收贿的部分一样。就是你有行贿的这一端跟收贿的这一端，可是你也确实要做出这个行为，让这个行贿的这一端真的有受力嘛？所以呢，邵秀佩等于他讲的话，等于是这对这2条罪名来讲都有巩固的作用。那到底是发生什么事呢？我们再解释一次邵秀佩就是这一次在本案里面呢，开发出所谓的方案4的人他是这个都委会的执秘。那都委会的执秘，他开发出这个方案4呢，他就是让金华城有这20%的奖励容积，这20%。各位就是我们之前所听到的，哎呦，有做绿建筑也要给奖励容积啦，有做电动车车位也要给奖励容积啦，有帮忙保养路边的这个路树跟那个什么这个道路的也要给奖励容积啦。就是看来这些好人好事代表，只要他这个沈信金做了呢，都要给他奖励容积啦。这都是让大家觉得不可思议的事情嘛。要不然如果按照这样的话，每个建商在台北都可以当好人好事代表啊，大家都可以给奖励容积，都可以给到无限大。但是问题事实就不是这样。然后这件事呢，关键在哪里呢？这件事情的关键在这个地方我给各位看一下回顾一下之前有一则报道，这则报道很有趣的地方是你看下面这边红色我把它圈起来2020年金华城在2020年7月3号的时候送的是只有一页的方案4的计划出来，里面是没有完整的内容然后邵秀慧当时呢，其实对这个内容呢，其实他才把它虽然再做一下调整，但当时遇到了一件事情7月3号的时候，这个方案4的内容才刚拿到而已，但是2个礼拜后7月16号，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就下来了。这个判决下来的时候呢，第一，金华城败诉；第二，告诉台北市政府，反正因为金华城败诉，你们的容积率就是560，就是长这样。所以你知道这件事情它尴尬的地方是在于说，这件事情你邵秀慧知道了然后金华城也知道，台北市政府也知道了那邵秀慧身为一个公务员，你觉得他会不会去告诉柯文哲？会，他当然会去告诉柯文哲。邵秀慧去告诉柯文哲说，如果按照台北高等行政法院的判决的话，我们这样要给他这20%奖励容积是有违法的问题的是有违法的问题的那如果有违法的问题的话，我们这样做适合吗？当时柯文哲的裁示这一段因为之前新闻大家都没有写了，当时柯文哲的裁示就是要求就尽速办理，加速办理。金华刚刚那段我不知道是不是也要回应陈佩琪一直在问的那个问题。她老公不过签了一个公展文，为什么你们大家要入他于罪？青黄就把中间过程甚或有发生一些这样的一些事全部都摆进去。那如果摆进去的话，那你觉得如果不管你是法官、检察官，或是你是一般民众看到这样，你会做出一样这样一些的决定吗？我觉得当陈佩琪一直不断的呼喊这一段的时候，我每次在节目里面有没有人要回应他一下，为什么只是签个公展文会变成这样？青黄刚才解释这一段的时候，来建议你要补什么？其实我应该是讲说，我跟青黄的角度可能有一些，跟我是调查小组，对，我先理清一个问题。那你说邵秀佩在7月份他做的一个所谓的方案4的部分，我应该是讲说，方案4主要的部分是在10月12号那一天。7月是金华城先送进来，对，金华城先送进来。这个东西送进来，其实当时候的局长叫做黄锦茂，对，
那黄锦茂其实某部分就是要求他当时候只是总工程师，并不是都委会的执秘。他只是都发局里面的一个总工程师，只因为他待过2科的业务，所以他比2科比较了解都市计划的内容。那当时候的黄锦茂就要求他下去处理，所以每次去应小薇那边开会都是他带队，并不是他愿意，是因为上面长官要求。这我要替邵秀佩，因为我认识他很久，他是一个非常严谨的人。你有些时候跟他沟通什么一个案子话题，他其实他有不愿意就是不愿意，他的个性是这样子。所以你说在10月12那一天，黄锦茂从上面一直压，从6月份的专案委员会一直开，我应该是回应说，那个陈佩琪，你老公盖的这问题是你老公从3月就一直交代这个事情，对，当时的袁秀慧袁律师，我们法务局的局长也多次告诉你说。不可以做这个有图利的问题。你柯文哲从头干到尾，包含彭正生还继续帮忙那些委员的挑选等等。邵秀佩他们只是中间一个过程。你要我想，我不想，我想不出来。最后面我也只能跟你说，那有这种方式可以自提，看有没有奖励。但这不是邵秀佩的意见。我必须在这边讲。那邵秀佩在里面承认什么？这些事情或许是他经手，他承认。对。但是整个要求的。我告诉大家，我们清华城里面调查出来，连包含黄锦茂来到我们委员会，甚至于私底下传赖给我，都一直要我们帮他讲话，说这个不是。最后面他在法院、在地检署也说的都是柯文哲交办。其实这个某部分对秀佩，我说真的是有点不公平。那刚才讲到那个加成的部分，8张票，那现在真的很清楚的一个脉络，又加上说他们家有好多亿啊。这个嘉诚说的话，如同刚才亲王说的，那很简单，就1张票我给他，我拿到钱，我柯文哲拿到钱了，对不对？我摆家里，但他拿的这张票他没有嘎进去，他是原始开票人去拿现金，这或许就都没有金流，所以他们家放了这个所谓的上亿，那现在看起来合理的怀疑，这8张票的巨额。用这种方式，到最后搞不好连金流都不一定查得到。但是钱真的每个人都有提取到这个钱的金额。那柯文哲这些东西拍照下来，很清楚的，如同义夫哥所讲的，这可能就是某一个证据，说我钱已经拿到这笔钱，谁要给我的已经拿到了。因为对柯文哲来讲，谁答应给他，他一定记得非常清楚。他答应要给谁，他永远都忘记。这是他的个性。所以呢，他在国民党分开的时候，你要记得，答应给我的现在都没有，这句话也是他讲出来。所以我个人认为，这8张票跟他家里所谓的上亿现金，我相信。这个逻辑是合的。OK， 那当然前提是到最后在验证的时候，确实有发生，不管这些证词啦，或是刚讲这些的状况。那在起诉书会不会看到这些？但我只要确定一件事，家里面如果有一来一去的，我不知道家里面的老婆会不会困扰啊？但是上一夫他们家一定不会困扰，好吧？要不然的话，老婆要困扰这么多年，家里面老公天天都是上一夫跑来跑去。我老婆只说我只有上千元。OK， 对，林涛。东豪刚为什么要特别前面讲说那个沈基金在那里面所有的赢家里面讲到的共犯，他为什么要特别讲说，据他所知道是个男的，就是要告诉大家说，反正你就不要再想是橘子了，要不然有很多人会直觉想就是橘子啊或什么这些。对。可是现在橘子的角色，如果你照民众党现在好，譬如说陈蔡他们出来讲，你们大家干嘛到现在，包括他说北检，你会不会压太大的重本在橘子身上？会不会他根本他的角度，他就是个随行秘书，好不好？就像来我们节目专访的时候，他就是跟着柯文哲的一个随行秘书。你们把他每个都把他讲的不一定也正的，然后讲的这么厉害的这些，搞不好不只是橘子啊，搞不好连你们讲的所有那些，连8张支票或所有这些人，全部都只是个随行的秘书、吃饭的好友。那在会馆里面大家聊聊心事的人，搞不好都只是这样的人，会不会？我等一下我会针对这个8张支票跟 L 先生提出我个人的看法。我个人觉得有2种可能性。真的吗？但是前面我要先讲，就是陈佩琪女士她发这个文，如果今天是在3个月前，还说得过去嘛？因为金流你还没抓到嘛，你当然可以讲说这个是在金华城的判断上面盖章的是彭正生是假章。可是现在你去看到现在的幕后报道是什么？是北检的起诉书，基本上看起来有抓到金流，才会把柯文哲主席定了一个叫违背职务的收贿罪嘛。因为过去大家讲说是图利或背信而已，怎么可能有10年以上的这个违背职务的收贿罪？代表他金流抓到。五哥，因为今天呢，我们刚好桃园市议会刚审完，我们审查预算旁边都有一箱一箱。
我很担心我面对面的现场也会有一箱一箱，就我们要看嘛，对不对？那你去看这个内容，你基本上可以看到，现在里面看起来5名被告里面最重的就是柯文哲，然后其次是李文忠跟应小薇。那今天我听到这个陈自然在讲说，哎呀，你们怎么会把橘子当重要的人呢？他不过就是一个随行人员啊。如果他不重要，如果他没事，为什么要规避回台湾？为什么不回来嘛？好，我回过头来看这个8张支票，我觉得这8张支票实在是像武哥讲，刚才是曲折离奇。如果现在这8张支票到现在没有直接提，刚才东豪哥跟金华哥讲说，你给出来的钱很好调嘛，谁领钱很好调嘛，那为什么调不到？只有2种可能，收跟拿的人不在国内，第二个，钱已经在国外，不是很简单吗？这2件事情都让北检在查金流的时候卡住嘛，所以我觉得关键是 L 先生。为什么讲 L 先生？因为 L 先生如果是88会馆那个 L 先生，我没有讲谁，好，是88会馆的 L 先生，那我真的觉得太荒谬了啦，因为过去他们2个名字都讲出来了呢。没有，我讲嘛，也许他们讲的不是同一个人，对，搞不好是三个人，对，好。那因为我们过去来讲说，不像你的个性呢。我不是我们的过去来讲说，蓝营不会去跟高风险的企业家有这么高度的互动。对啊。那你现在不只是跟高风险的企业家，你还跟这种游走黑白2道高风险的这种，我们讲到的这种。他也不叫企业家，他是一个人，是 L 先生，好，就 L 先生。那我真的觉得你太夸张了。有些高风险的企业家直接就在你们党内。没有啦，没有，我们没有跟这些高风险的企业家互动。那这种游走黑白2道，这种你知道88会馆里面乔氏涉及黑市，涉及黑市，所以我高度怀疑这8张支票为什么人就拿跟给的人钱不在国内，然后钱又在国外，因为已经透过这种黑市已经洗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嘛。我高度怀疑这8张支票为什么人就拿跟给的人钱不在国内，然后钱又在国外，因为已经透过这种黑市已经洗到不知道哪里去了嘛。所以我真的觉得说，如果过去台湾民众党或柯主席，你对外讲的是公开透明，然后你现在钱是跟这个高风险企业家有关，然后你钱又透过这种类似黑市把它洗出去，我真的觉得政治的后坐力会远比你想象中的还要大。好了，我帮你们3位讲，3位讲的可能是同一个人，可能是3个人。L 先生呢，可能是李先生、林先生、赖先生都有可能，好吧？那到时候就看会不会出现像这样的一个名字。可是所有这些事情，您到最后讲那段，对柯文哲来讲最伤的一段，不管你说起诉书里面怎么讲到这些，但中间当一个钱这么混乱的一些，或是以前大家知道或认识从2014的柯文哲，绝对不太可能跟各位所讲的一些的人民啦或什么地方会牵扯在一起。当这些都摆在一起的时候，那未来到底会怎么办？好，譬如说，你看到这个状况，第一个，清华，你简单告诉我，为什么朱慧荣讲话那句重话？第一个，他说死定了。更重的一段话是他说很庆幸，当时没有把柯文哲推上总统的位置。他的意思就是，如果看完你这些账，看完所有这些，包括检方传他去看的东西，如果他真的当了总统，那才是悲剧的开始，是吗？对朱慧荣来讲呢，我先解释第一个啦，这个比较好解释啦，就是他如果当了总统，为什么是悲剧的开始？是因为如果你连账目都没办法处理好的话，各位可以想一件事情嘛，我们历次以来总统大选的账目，有哪一次是像柯文哲这样在主要政党候选人闹出这么大的风波？这不可思议，而且闹风波到现在，如果你有印象的话，闹风波是8月份的时候开始闹大，现在是已经都快准备要过年了，要跨年了，然后到现在账目还没处理完哦。请问民众党现在账目处理好了吗？没有，到目前账目也是没处理好。如果要是照他现在是说他找不到会计师啊，对，但我的意思说，如果要是照媒体上那好了，民众党说科幻文里面讲的，如果他真有叫李文娟把那个穆可能的账如果有嘎掉的话，那账怎么可能会清呢？你没有办法清啊，因为那个账跟进总跟什么都会有关系啊。那一块如果被嘎掉，你
你根本没办法查啦。是啊，所以连账都没有办法处理，你要治国，那会难度会不会太高了？像我们整天在节目上在讨论的东西范围有多少？那个治国在拜托财政部的项目是非常非常小一块，好不好？主计总数是非常非常小一块，好不好？主计总数处长有时候偶尔会拿来被骂，是因为比如说搞不清楚俄阿米的价格是多少嘛，就因为这种事情被骂嘛，不太会是因为主计总数的那个处长哦，主计总数处长连账做错这些事是何等的大事呢？所以你不要说国家牵扯的事情有多少，所以我觉得朱慧荣讲这句话，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嘛，因为他不满的因素是因为他自己开公司，他自己知道什么时候3年式的发票该开跟不开，所以他觉得木可公司在这件事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到，也搞不清楚，甚至或不想做，因为做不到是笨哦，那不想做的逃漏税这是坏哦，这是不一样状况哦。那所以不管是哪一种状况，这很显然的，你如果要去当总统的话，这对国家来讲真的是很灾难，这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朱慧荣为什么会讲说死定了这件事情，是因为我还是要这样说，朱慧荣讲了，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关键，不是只是单纯他看到 QR code 这件事情他觉得死定了，其实他觉得很重要的是李文忠把事情都推给柯文哲这件事情死定了，为什么？李文忠这个各位这两天可能会觉得很奇怪啊，有的媒体说这个前一阵子不是朱慧荣才说这个李文忠把事情都推给柯文哲吗？怎么这两天又有媒体说这个李文忠凡事都三缄其口，所以可能继续被羁押？因为李文忠就是讲了一部分，另外一部分三缄其口吧？什么意思？你跟他讲到跟贿赂有关系、行贿有关的、乔事情有关的，李文忠都跟你说我不知道嘛。但是你跟他讲说，喂，为什么这笔钱？为什么柯文哲有一笔钱？你众望基金会会有1000万，他拿给你去做众望基金会？李文忠就告诉你说，这钱柯文哲给我的，我不知道啊。那所以他就推给柯文哲啦。那为什么有一笔钱柯文哲说这笔钱要去弄新故乡智库？那这笔钱，请问钱从哪里来的？那李文忠也是告诉你，这个钱柯文哲给我的，我也不知道啊。所以这些事情李文忠通通都推给柯文哲。可是武哥，你去想一件事，对于检察官来讲，你推给柯文哲，就代表说这笔钱下落就不用交代了吗？不是啊，他一定还是要问柯文哲嘛。所以柯文哲最后就是行使缄默权嘛。那行使缄默权完，就代表这笔钱叫做财产来源不明嘛，因为钱不知道哪里来的啊。所以李文忠现在的做法是，凡是只要是钱的问题，那柯文哲拿来的一概都是柯文哲算。那你要想说他拿了多少钱呢？好，我这样讲。这个柯文哲过去这段时间，尤其是过去这3、4年是最明显。他第2任任期的时候，只要是跟企业家去拿的钱，大部分、绝大多数少部分会是比如说像那个他的政党职务捐是拜托拜托他的办公室主任去跟那个张高翔去拿，其他的一般的那个人家企业家给的钱，不是橘子去收，就是李文忠去收。那橘子去收回来的，也是交给李文忠跟柯文哲去做处理。在这个处理模式之下，外面收回来的钱有多少笔呢？所以李文忠现在是把那一些东西一概都推给柯文哲，从企业家来这些都推给柯文哲，那我都不知道哪里来的，都是柯文哲去外面自己去谈的。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是朱慧荣的话，你也觉得他柯文哲死定了嘛？因为你最好的同学，50年的同学。把所有的事情通通都推给你即便他可能是当事人，他可能也知道钱从哪里来的，但他现在全部通通都讲说这都是柯文哲带回来，我一切都不知道，所以等于柯文哲对这一大堆的金流他是解释不清楚，他甚至到最后都行使缄默权，不想解释。那在这个情况之下，对你是可以一直行使缄默权啦，起诉书上面也可以看到柯文哲要不要一直行使缄默权啦，到庭上去的时候你也可以一直行使缄默权啦。可是全国的民众看到的是这么多的钱从哪里来你都一直行使缄默权，请问那你要怎么跟大家交代这些钱的由来？那你又怎么继续取信民众说你这个政党的党主席在带领这个政党还有说服力呢 ？OK， 建议请问一下众望基金会，最近众望基金会这些事情是怎么一回事？其实众望基金会这件事情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众望基金会这两年的财报，包含112年房租300万，薪水680几万，房租350几万。到了113年，大家在逼的时候，他突然间在公告上面又被我抓到。113年的房租只有60万，那薪水只有上次的不到1/2。那也就是这些董事其实从众望基金会开始成立到现在，到本来是说预计要在这个月昨天前天要开会的这是开第6次。那依照这样的情况，之前被抓出来的那些细项。包含112年那些东西，这些董事在9月份的时候就一直认为说，我们是不是要来讨论这个东西？这个开会的内容。结果呢，新闻越报越大，那他们早就在怀疑，而且对这个所谓的一个支出的部分，你该做公益的完全没有做。你每次来叫我们开会，只是叫我们背书。那叫我们背书的同时，你现在要临时开会，他们比较质疑的一件事情，第一，我们的人团法里面43条之一规定。由董事长召开，董事长在哪里？
修起来嘛，压起来了嘛，然后要有副董事长代为次之，可是他们没有副董事长职务。建议要纠正你一下，那个叫扣起来。哦，扣起来，修起来是已经那个了。哦，这两个是不一样的。我用词不当，抱歉。我刚才讲到哪里？他没有副董事长，没有副董事长。那没有副董事长，第三的话，原则上就是要董事长指定某个董事召开。那指定某个董事，现在他被收押，不可能指定。那律师也不可能用这种东西，用另外的让他来处理这个问题。所以就是要董事彼此之间互推。可是呢，我这个董事他给我这个讯息的这董事说，你互推，你好歹要尊重我们这些人。对啊，要跟我讲一声啊！我们连要互推谁都没有，那到底是谁叫我们开？这个幕后的指使者是谁？那幕后指使者是谁？他们现在也想知道。可是传讯息给他，据我了解是一个小妹啊。那小妹受谁的旨意？现在唯一真正主事叫柯文哲。现在收押当中，李文忠挂名董事长收押当中，蔡壁如现在绝对不敢讲话，他也没资格讲话，他只是一个董事。那最后面讲话是谁？他们在合理怀疑这讲话的人是谁。所以呢，这个东西也就是说，大家要牵扯到众望基金会是不是归柯文哲，他们其实有关系。大家记不记得？刚说木可8月12就说要停止营运，谁说的？是靳总的人说的。是。对不对？那靳总的人说了以后，到了8月19又开了100万的发票，然后到了11月份那地检署去羁押他3883万的时候，后来我们才了解，刚发完11月份的薪水。那也就是众望基金会是跟靳总是有关系的，所以金流当中很可能卡在一起。那依照众望基金会，大家记不记得，当时候众望基金会在8月份要被搜索的时候，是谁去开门的？你说徐福啊。那众望基金会跟你靳总有什么关系？你一直说没有关系，所以这些董事现在以现阶段来讲，就是说，林金马加海郎，你叫我们来开会是要背书吗？还是基于社会局要求你们做，你们来做？那你要我背书，你最起码财报让我清楚，还是你要让我们背书要解散它？这样的情况下，背负了一些法律的责任，甚至有没有可能所谓的洗钱呐、汇款呐、侵占公益款的问题？这些董事现在不愿意开会的原因在这里。你告诉我挑2天挑1天，我挑了星期4要开会，你突然跟我说额数不够又不开会又留会，所以这些董事现在以目前来讲，希望众望基金会是谁说要开会要出来讲清楚。OK， 你们到底是谁？有人猜周瑜修，有人猜陈志涵，有人猜可能是还有黄国昌啊、黄珊珊等。但这个问题不是你们这些人可以左右的，是董事现在要决定的。所以众望基金会到底谁要求要开的，是不是应该要说清楚 ？OK， 大家会关注的另外一件事情，我不知道现场来宾大家可不可以很简短的告诉我一件事，创夏，你判断如果起诉书出来以后，民众党的反应会是怎么样？而对于未来民众党胜过柯文哲在国内政坛，你预估未来会什么状况？崩盘下市就没了，就是这样子啦。因为这个出来之后，你看无量下跌了嘛，就是崩盘下市。真的吗？真的崩盘下市，会不会再继续拥护柯文哲？而且国民党终于可以强硬起来，不用再怕蓝白合，不用再怕有人败事不足了。为什么呢？包含就是最重要的黄国昌，黄国昌什么都不能选了，5.7一个政党支持度。你要看到他以前声势那么高的时候，42年前他的县市议员4%，那到了5.7的时候，你觉得他的县市议员还有威胁性吗？还有威胁性吗？然后那个2.2万人的投票只投了几千票，你觉得他们还有凝聚力吗？那当然8个党团还在，但是接下来就是好了，那讨论黄国昌了。黄国昌是连蒋万安平常台北市政都没什么讲话的人，都针对黄国昌了。在市政会议上礼拜的时候，突然讲说他支持竹竹合并，这跟你蒋万安有什么关系？对啊，那竹竹合并是封杀谁？竹竹合并之后，新竹县民众党嘛，黄国昌要去新竹也没了啦，新北也没了啦，然后现在有人说他选台北，因为黄珊珊大概也不会再选台北了，黄珊珊也没了，但是民众党4个议员在哪里？在台北，那4个议员比较靠近谁？黄珊珊，所以会让你黄国昌来当母鸡吗？所以民众党，我想一个政党泡沫啊，有一个很重要的是。当你没有大都会的候选人，当你没有总统候选人，你就是走向泡沫。但是以他们来讲，尤其起诉书里面，其实大家现在其实在看起诉书，只是讲说他故事到底多离谱。
但是对于民众党，对于柯文哲，然后当然剩下的第三势力那是另外一回事，但是不会是民众党了。OK， 东豪，你判断会是怎么样？喊冤呢，继续喊冤呢。真的好，不，除了喊冤、喊政治破坏、喊司法破坏以外，没有办法。现在的台湾民众党跟柯文哲的关系，就像南韩的执政党国民力量跟尹锡悦的关系吗？但是国民力量是要跟尹锡悦做切割。那台湾民众党是没办法切割，想切割不能切割。就是其实换成我，如果今天我是台湾民众党的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他是创党党主席，真的没有看，而且他是现任党主席，对，你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离开了柯文哲，什么都不是啊。拥有柯文哲也什么都不是。但是你黏着柯文哲，连什么都不是更惨。对，你知道这种悲剧难得一见。OK， 建议你自己判断。我个人认为，他们现在只剩10几%的一个所谓的投票率，那很清楚的，真的衷心支持的这些党员跑掉了，这些都是人头党员，而且用手机投、网络投票都可以投成这样子，这些的党员，我凭良心讲。温刀，我支持柯文哲。温刀亲家平户就要10几票，10几票投下去就可以当党代表。现在说云林那几个是假投票，所谓的什么更正，我前5名占了4个，是真的全部查下去，几乎都是我拿别人的手机或者同一个网址出来的了。我个人认为，依照这样来讲，民众党真的每况愈下，那只剩这些所谓的人头党员，到最后面真的起诉书起来了。大家心中各有一把尺，其实大家都不希望柯文哲出来了，因为柯文哲出来，很多人没办法发挥空间。第二个，我觉得他们心中的盘算现在很清楚的，就是看他们党里面的这个每年1.5亿的这个部分，我觉得各怀鬼胎。OK， 林涛，对你们来讲本来是友军嘛，对，蓝白之间，那未来会有什么样的变化？还是友军。但是我跟创夏哥的看法稍微不同，就是说我觉得对内对外啦。对内，因为陈佩琪这个发文就是要把这个核心小草，因为他们不是刚选出来新的党代表嘛，要把党代表的论述压着周瑜修跟陈世涵要继续挺柯阿贝，因为他们认为不会只有到起诉书结束，一定是长期看仗，所以这个党要继续的要挺阿贝，这是现在陈佩琪发文的主要的目的。第二个，我认为对外啦不会再打团体战了，因为他们现在的整体的支持度已经掉到5点多个百分点，基本上没有团体战的实力，可是会有个人秀。像黄国昌、像蔡壁如，他们某种程度，因为他们有声量，各自在地方有经营，还是有合作的可能性。OK， 侯老师，你的判断呢？看过这么多政坛起起落落，未来我觉得现阶段他们就像过去的几个政党，台联啊、亲民党啊、新党啊，那以前的非2大主要政党，其实你看它的轨迹已经走到中断后，中断后的意思就是，你会发现未来它的不分区的立委开始减少，没有区域立委，地方议员起不来，然后就开始逐渐萎缩的一条路。因为你看柯文哲今天在里面跟在外面，其实如果他今天还在外面，投票率会不会这么差？柯文哲对这个党的影响性很大。当起诉书如果有很多的明确事证摊开来的时候，我觉得那个支持度跟小草大概看完了，可能又要再走一波。因为如果事证非常明确，那可能又要再走一波，从跟着陈佩琪、黄国昌不相信到事证出来相信，还要再走一波。我觉得2026。其实民进党那个国民党应该可以笑，那民进党就准备要走2党对决的路线。民进党就准备要走2党对决的路线。OK， 是吧？其实那个我分3个部分讲啊。第一个是民众党党内哦，其实你看民众党党内过去一开始本来有切割派的声音哦，就认为早晚跟柯文哲之间这个案情的发展下去，其实是要分手的。但这个切割派声音
它很明显的是被压制的，而且就是一定要尊柯文哲声音最大。那这尊柯文哲声音最大，结果就是让这个政党它无法正常化。OK， 因为坦白说，如果它可以跟南韩的国民力量党一样，关键时刻就是跟尹锡悦就是要切割，那这个党还有机会可以活起来。可是你不行啊，你就是要跟他绑在一起啊！绑在一起的结果就是大家当然看了起诉书也好，然后看了柯文哲呢，每一次出庭又有新的案子出现的时候，那个整个压着柯文哲未来2、3年，那些都是跟民众党全部绑在一起的。所以第二个政治上现在看到几个现象啊，一个是你知道在新竹市那个不是之前一直讲说这个黄国昌要到新竹市来选，讲了很久。我跟你讲，这件事情在新竹市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为什么不可能发生的事情？高虹安不想让它发生，邱成远不想让它发生，新竹的地方人士也不想让它发生，蒋万安也不想让它发生。然后所以这件事在新竹市根本没有发生的可能性。为什么？高虹安第一个，他认为自己在2审还有机会打赢的可能性，打赢我就继续当市长啊。为什么一定要让黄国昌来？第二个，就算没有赢，你知道有一票人因为高虹安前一阵子还在这个宴请里长，跟里长在一起在吃饭，在聚餐。所以呢，你就看着这个高虹安，对他跟里长喝酒聚餐这样，那所以你看高虹安的动作就知道，他第一个他对自己很有把握第二个，就算他2审是被判有罪。但是他现在还有一个跟着他的邱成远啊，你看他的新竹市政府人事案，其实背后还是看得到高虹安的影子在里面啊。所以呢，再怎么样也轮不到你黄国昌、邱成远现在跟新竹地方人士跟挺高虹安那一派都打在一起了。那为什么要理你？现在是高虹安在新竹市大于民众党在新竹市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时代力量蠢蠢欲动啊。新竹县市我所知道，2026新竹县市时代力量通常都会布局啊。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你可以看到所谓的第三势力这柯文哲这边看起来是很难救得起来。然后第三个放到全国的效应来看，是你可以看到这个全国各个区域啦。请问现在还有哪几区有像当初民众党刚成立的时候那样子？有很多人说我要扛着民众党的大旗出征，没有呢。现在你说要扛着民众党大旗出征，就好像扛着柯阿北的那个在他身上一样，好像扛着柯文哲的弊案在身上一样。没有人可以抬头挺胸说我要这样子扛着民众党出征啊。这个情况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2022的选战，很多人是扛得非常的开心而且觉得这个我柯粉我骄傲可是你现在在2026，你还能够看到所谓的我柯粉我骄傲的状况吗？恐怕那个情景是不会再回来的OK， 在未来来讲的话，那起诉会不会在下个礼拜出来？那出来以后，对各界之间，尤其对国内政坛来讲的话，会有什么样的一些的效应？大家都在观察这一块。但除了这个以外呢，最近你说从11月初开始，劳动部发生一个公务员之实憾事以后，然后一路到现在，第一份报告到现在，第二份报告出来，但第二份报告出来，虽然就是等于某种程度你说要还家属甚或连那个无薪公务员的一个真相跟公道，但是在整件事情在政坛的余波荡漾，林涛，你们对于第一份报告、第二份报告，尤其后续的一些会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这个报告其实感觉好像让许明春还有何佩珊完全没事的，全部都是谢宜龙，就谢宜龙让谁重放他的嘛？那我们看到这个就业基金总共有400多亿耶，那如果今天许明春可以用这个就业基金到这个高雄卫武营办这么大场的演唱会，然后还可以换灰色跟黑色2套服装的话，那这个钱有没有可能拿来跟各县市在绑桩？还有哪一些这个政治人物是涉入其中？其实这是很观察的要点。然后再来讲第二个，因为这个公务员他是因为接到了 AI 智能计划，那这个 AI 智能计划原本要2、3千万的，为什么变成一个不要发包的案子？那你不想要公开招标，你是想发包给谁？我认为这要查清楚因为这牵扯到的水是标案，是就业安定基金。那我必须讲就是劳动部的案子已经告诉大家了，第一份报告跟第二份报告差这么多，那感觉大家觉得第一份报告是假的嘛？是不是伪造文书还是做伪证？那现在今天最新的是卫福部的邱泰源，那个员工在那边深蹲你要请假先深蹲，用深蹲来告诉我你为什么请假。然后深蹲完之后还想说，哎呀，我看你干脆去轻生好了，就直接霸凌。然后现在邱泰源出来讲说，调查结果很用心，这难道不是何佩珊劳动部的调查报告 2.0 吗？难道不是吗？你可以理解吗？然后之前我们在讲教育部的海科馆，不是在讲说那个馆长现在调职了吗？我告诉大家，调职到哪里？去当教育部的参事。主管加级少一点，降了1点点年终奖金，但他现在没事了，没事了，这是我们的处置方式呢。他调职完之后没事了，所以我真的觉得从劳动部到卫福部到教育部，拜托，真的这些公务人员，我们收到，我跟大家预告
还有新的大的，就是不是部会的，是院级的，即将要出来。所以我真的觉得，如果卓荣泰院长你真的不要再让自己的院爆炸的话，赶快查明清楚。东豪刚刚讲到说，对了，你说那个伏地挺身、深蹲，所有的这些，在公务的时间要做这些，包括谢荣这次不是也有吗？要跑步，然后要什么所有这些20分钟，对，20分钟，大家现在怎么看待这？这个就是打地鼠嘛，或者就是你知道吗？大风吹，劳动部出来是恭喜一下卫福部坐庄，然后呢，因为柯文哲快要结束了，所以赖清德总统也好，卓荣泰院长也好，现在换行政院接棒，抢新闻啊，邱泰源这个部长可以这样讲，我也真的是叹为，我不知道该如何形容，好吧？叹为观止，这个实在是令人佩服啊！他应该感谢柯文哲保护他1个月，这半年。应该像他那个放一下那个什么，今天就是星期五，对不对？跳一下16吨吧？没有跳16吨的可以当部长吗？都不可以。领导不要点头，哪一天换国民党上来也一样先跳16吨。不能跳16吨的人都不可以放假，不能跳16吨的人不能当部长。在讲什么？邱泰源这太平官了，前面因为有柯文哲，他们这个部长当然太容易了啦，因为你怎么带个头脑出来啊？公务员放假要先深蹲，好了，你说那不是霸凌，那叫什么？那叫体罚啊，那是体罚啊。为什么要深蹲？要身体健康的是用深蹲吗？深蹲会造成运动伤害，所以如果有稍微有年纪一点的人讲，膝盖会受伤，你们还是卫福部，很多都是医生，在讲什么法国话，有人听得懂吗？我想讲这种话没有人听得懂啊，就太平官嘛，前边半年有一个柯文哲在那边挡着嘛，等到柯文哲的新闻下来的时候，这些新上任的这些部长们，到时候你一言一行全部都会在前面，大家会看你嘛，不要讲那种法国话，没有人听得懂。对，但这整件事情，来建议，是尤云荣教授有讲说，那当然你说像劳动部这件事情是公开认错，他觉得这件事情当然值得鼓励，可是这件事情就刚才讲，第一个大家讲说事情到这，第2份报告出来以后，那就已经戛然而止了吗？还是后续还有应该要调查的，或是刚刚东豪讲其他的部室，这时候不要再添一些乱子了，因为大家现在知道，不管是劳动一般的你说劳动阶层，不管你是公务人员，不管是所有这些，大家都不应该遭受到像类似这样的一些事情，不是吗？其实霸凌这个事情，我相信是举国所有从大到小所有职场上工作人都不容许的事情。那依照整个卫福部那个劳动部这个事情，我身为执政党的议员，我凭良心讲，霸凌的一个谢宜荣霸凌的这个事证感觉是确定，但是这整个调查报告，新的调查报告，让我们卫福部的一个对不起，劳动部的新部长洪申翰来临危受命来处理，我觉得第一阶段处理得很好，但是对社会大众，我个人认为。不管是行政院或者是我们执政党，应该要讲的是第2个层次。你行政调查要出来，到底是谁容许他这样直升？到底是谁从中间吃案吃了这么多？当然，黄国昌吃案的一件事情，我凭良心讲了。黄国昌说我是被说服了，然后后来改口说我被骗了。黄国昌的事前关我屁事，事中不关我的事，最后面新闻爆出来变成他的大事去现场所谓的会勘，我只能说。你是司法委员会的，劳动部跟你什么关系？所以我在个人认为，就是说，依照现在这个阶段，应该要做的是第二阶段的一个所谓的调查这个吃案的问题，就是杜绝掉民众有一个想法，其实凭良心讲，官官相卫4个字，意思就是谁只要有背景，大家就动不了他。这是这整件事情某种程度是另外一个大家关心的重点。对，这个案子其实不应该这就此终结。那至于说，不管你是误入丛林小白兔还是抢新闻的这个卫福部，这个时候我个人认为不应该提油救火。我应该认为就是说，第1个阶段让大家针对，因为全国主管劳动的机关劳动部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
民众心里的感受到现在还没有释疑哦，是一条人命。所以在这个地方，我个人认为，我身为执政党，我也必须要讲，行政调查报告要赶快做，不然难掩我们民众悠悠之口。这个部分真的要做。来，胡老师，我觉得第一件事情就是说，洪申翰上来以后做的第一份报告，其实你仔细去看那一份报告。有哪一件事情我们不知道的？就说第一份报告发生后到第二份报告，对，中间大家都讨论过，大概都讨论过，包括你说加班啊等等都讨论过。是好，但至少他把霸凌事件跟无姓公务人员不幸事件是认为有关，是让谢依荣也不能再用前一份报告当结果。但这一份报告就结束了嘛？我觉得没有第二个叫做就业安定基金的行政调查出来了没有？怎么可以这样用？你也必须宣告就业安定基金到底出什么状况，检讨。检讨，你拿出来，400多亿的一个基金呢，400多亿你可以这样，要装潢办公室怎么样嘛？你要提出一个就业安定基金的检讨报告，这是雇主去聘请员工缴的钱呢，还有政府补助进去的钱呢，人民的纳税钱呢。第二个，你这个报告出来了，第三个，过程当中是否有人投诉而被吃案，有没有？过程当中是否有人投诉而被吃案，有没有？这个也要查出来。如果有吃案的是哪些人，相关处分也要出来，这才能让人民信服啊。还有第四个，从部长室可以跨越坐直升机到北分署，谁同意的？这后面到底是怎么样？在一个文官体系里面，这一个是很特别的案例，跨了好几层。为什么会这样？然后蔡孟良署长，跟许明春之间，为了这一个人做了什么事，交代。不然你告诉我，许明春说啊，这是署长的职权。你议员，我们都跑过政治，底下我部长，我底下的署长要来调我部长的人，他的职权他调走就调走，骗鬼啊！要部长同意，骗鬼不是。是他要调部长同意，还是部长叫他过去？通常是会部长叫他过去。部长室的人底下的单位说要调那他的职权他要调就调。他把你办公室主任也调走了，他把你什么都调走都可以。所以我说，这里面你总要告诉我们在文官体系里面，他是如何做直升机，这一个要不要检讨？这不只是一般公务人员认为说，我们在打拼的过程当中，我们凭实力辛苦工作而升等，而他为什么可以这样升等？公务人员也在看你要不要处理。OK， 这是一个文官体制的问题。我们也在看，谁是背后当你的后盾？你敢这样子？你敢这样子去做处理事情？你敢态度如此？你背后是什么人在挺你？我觉得这整个事情如果做了一个完整的报告，它会变成一个后面所有人、所有部门里面的一个警惕。那我也很纳闷，卫福部、劳动部报告出来以后，卫福部怎么还敢做那个报告？一个前面呕心沥血，然后你后面给我用个什么很用心还是什么的，我觉得这里面有没有差别？然后你就看到，我在猜他要移转柯文哲的家里。好，然后你说抱歉了，这个应该是说螺丝真的松掉了，你松的太离谱。你知道说做伏地挺身什么一大堆，那让我想起我们当兵，我又不能打你，我就只好处罚你，就说伏地挺身、交叉蹲跳，什么不是就叫罚你在那边跳到你腿酸。趴那个做到你趴在地上为止，可以那个是我没有打你，可以抄到你吐啊，我没有打你，趴在水沟上做浮力挺身。我觉得
你想一下，现在就说，你做错事，我叫你在那边深蹲干什么？你不觉得我回到好像我们当兵那样被处罚就是这样？而且是那个年代的当兵，对，是这个年代的当兵。然后，对，上一个世纪的当兵，我们那个年代，你可以把霸凌这一个字词的解释，用最宽松的态度去面对，而不是去用最严格的定义去看这件事情。那你到底是要怎么样？你劳动部这一次，你注意看劳动部至少这一次，他第一个时间先把霸凌的标准列出来，说我为什么会裁定你是霸凌 ？OK， 因为我霸凌的定义有参考国际上的标准，怎么没有？请问一下，你把这个标准放在卫福部？卫福部所谓的没有霸凌，符不符合劳动部的标准？我同意刚才义夫哥所说的，其实行政调查报告里面包含您刚才说的事项，真的要做，这也是全国公务人员现在正在看，不管是谁执政，可能以后国民党如果有机会执政，也会遇到同样的问题，要去面对这种那个公务体制上的一个制度问题。第二个。卫福部我应该换个角度，大家都做过兵，我嘛是做2年。其实某部分你一个人平常平常这个人如果没有在运动，没有在练，你像比如浮力挺身，我几乎2天要做一次，我顶多40下，上去我受不了。那个人可以做到50下，而且看起来标准可能没有100%，最起码70%、80%。这个做完平常不运动的人，对他来讲是一种运动伤害。那如果卫福部现在把这个所谓的霸凌的定义解释成这样子，我只能说，这个师长，你是不是头壳坏掉？你霸凌的定义前面有劳动部引以为戒，你后面大家在解决劳动部的这个东西，我现在怀疑你是不是阿公阿派来？不是这个问题，我或许是一个俏皮话，但我觉得这个时间点，你应该是要大家要共同来处理这个霸凌，共同的这个议题，而不是这个时候你不管你是要抢新闻或干嘛。我不知道，还是你为了要出名，这个时候做这种东西，我只能说对执政党、对行政院整个团队是一个非常非常大的伤害。我再补充一句，我先补充一句，劳动部为什么要做得很完整？因为他管劳工，是他整个对劳工里面，他已经在这个社会劳工上失去了公信力。你开始要恢复你的公信力的时候，你的报告越完整，做得越严谨、面面周到的时候。你是重建社会上还有劳工对你信任的第一步哦。我觉得这个是非常重要哦。怎么样？是吗？对，我觉得第一个哈是这个霸凌的定义定清楚真的很重要，而且拜托请仿诸这个部会到地方政府接准。为什么？我这样讲啦，我觉得哈，光是过去3个礼拜，你知道这个霸凌的陈情，公务员的陈情的个案，我收到至少4份。这4份，而且都是地方政府的哦，因为中央政府好像他们有人之前很多人是找李宇翔爆料，所以李宇翔那边也还有很多的个案，所以等于说这看起来这么多的个案，显然就不能用单一的个案去解释，这已经快变通案了嘛。所以呢，现在大家问的是3个问题啊。第一个问题是，请问一下，这么多的机关呐，这个要跑步的跑步，要深蹲的深蹲，要伏地挺身的要伏地挺身，大家不觉得很奇怪吗？而且遍布各个部会耶。那你要想说这是什么奇怪的状况？就是唯一现在还没有听到国防部有而已。对，国防部还没有。国防部应该最注重对啊。然后我觉得很匪夷所思的是，这么多的部会哦，然后这传出这个事件，而且看起来这些主管好像体罚变得是常态的样子。我都不知道说，原来现在体罚变成是我们的这个公务员这个领导统御的一种方式，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第一个我的疑问哦。因为这牵扯到很深层的现在的公务体系，是不是真的已经变得用这种方式来带领下属？这是第一个问题哦。第二个问题是，这其实要问的是，这跟这次劳动部的事情是有关的哦。因为前面林涛在讲的，我还是要跟林涛说，那个所谓的 AI 就业服务专案，那个是一个做不出来的案子，那个不是3000万就做得出来，那个即便3000万也是不知道需求规格，而且那个他的那个谢分署长哦，从头到尾都不知道自己的需求是什么。你知道这多恐怖啊！在像半导体公司里面，你知道你要叫 R&D 去开发一个公司，然后呢，这是marketing 这一端呢，从头到尾都 spec 讲不出来，规格讲不出来，然后呢，我就告诉 R&D 你就是做这个功能就好了。你觉得 R&D 会理你吗？R&D 的主管一定可以说笑嘛，然后叫总经理说这个 marketing 的主管一点 sense 都没有，就把他 fire 掉算了。
结果在台湾现在是这种没有 sense 的 marketing 主管，看起来可以当主管，然后呢尽量去开出不合理的要求的这个叫部属去达成哦，而且理由更瞎的是什么？如果你有印象的话，那个调查报告里面，他是说这个谢宜荣对无性员工的要求是，你反正这个 AI 的就业服务专案就是配合罗东就业服务中心开幕的时候开幕出来就好了。哇塞！我要开发一套前无古人的系统，但是呢，我还要去配合说这个罗东就业服务中心那个建筑物开幕的时间，下属机关去配合这件事情，你就知道这有多荒唐。而且它只有一个工程师的人力，你知道这种标准的就是外行带领内行，无知去带领这整个部门的状况。如果我刚刚讲的是说谢荣如果是个案还好哦，谢荣如果也是公部门现在的通案的话，五个这有多可怕？台湾你要知道这样会让多少的公务体系浪费在无效率当中，因为丢出来的目标根本是做不到，或者即便做得到，只是拿出来敷衍你了。所以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件事？当我看到那个说从3000多万砍到剩750万的时候，我想的跟林涛不是一样一件事情呢。林涛想的是说这里面会不会这个要给私人啊，要干嘛，要回避什么？不是你要知道一个这种这么大型的系统建制专案，从3000多万降到750万，这根本不是长同一个样子好吗？这可能是要从上义夫的样子长成陈东豪的样子，完全不是同一件事。所以我比较高一点。谁是3000多万，谁是700多万？从我变成他，他3000，我700万。我没有特别强调哪一个是3000多万，哪一个是750万，但是这就是俨然就是不同的事情嘛。所以你就知道这里面的荒唐的地方。所以2件事情我都觉得很奇怪，然后第3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请问现在中华民国的公务员体系到底有没有甄别适任跟不适任主管的机制？五哥，你不会怀疑这件事情吗？整件事情爆发到现在，我看到从卫福部从那个劳动部一路烧到卫福部去，我都看不出来现在到底中华民国的政务官体系跟事务官体系，尤其是事务官体系，到底有没有一套甄别机制去甄别不适任的主管呢？第3件事情，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请问现在中华民国的公务员体系到底有没有甄别适任跟不适任主管的机制？五哥，你不会怀疑这件事情吗？整件事情爆发到现在，我看到从卫福部从那个劳动部一路烧到卫福部去，我都看不出来现在到底中华民国的政务官体系跟事务官体系，尤其是事务官体系，到底有没有一套甄别机制去甄别不适任的主管呢？怎么会有这么多不适任的主管？看起来呢，这个一在位可以在位很久的时间。你没有看到吗？谢荣在当那个分署长的那个时候，不是有一段对话吗？对啊，他直接讲说署长那时候有一段话，对，而且他有一段是讲说，署长那个地方讲说，大家不要去质疑你的长官，不要去质疑你的直属长官，对，那不是你们能质疑的。他已经回答你的问题。对，没有人能够质疑这件事情。对，但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请问一下，那公务机关的主管，那他的做正常的状况，我讲正常状况因为我现在看的都是很不正常的状况，跟我在民间企业的理解不太一样。你要怎么去甄别出来不适任的主管，然后把他调到他应该去的地方？所以这3件事情，我就认为对这个民进党来讲，这3件事如果不解决未来很多事情会像连环爆炸一样。至少我刚刚已经跟各位讲了这个我光是最近收到的这个职场霸凌的陈情案件已经有好几起了。OK， 在未来，包括大家看到那职场的一些霸凌，不管你说是公务机关或是民间所有的机构，经过这几个案子以后，到底会呈现什么样一个面貌？大家会看到有什么一些的改进，甚或刚讲官商位的一些情形，是不是能够从此杜绝？好，那这是大家观察的另外一个重点。但在台海之间，会不会真的是风云密布的一个状况？庄夏，结果后来大家发现，老共这次96年以后。最大的一次没有宣布军演，但是类军演最大的一个状况，然后竟然发现他不是针对我们，而这件事是萧旭成告诉我们的。其实萧旭成有些话是没有讲错的。马英九时代没有军演，其实有部分是对的。解放军有军演，但是马英九没有军演。是马英九6分钟呼吁声。马英九呢就是汉光演习6分钟呼吁声，然后呢没有枪炮声。然后台南呢是放。那个罐头音乐、CD 音乐，所以是马英九时代没有军演，然后所以呢，现在然后他接着又讲说不是针对我们，然后习近平讲了你就相信了，但是马英九当时还找了 BBC 抗议嘛，朱日和
朱日和那个基地里面，朱日和是成吉思汗登基的地方，你看那个野心多大，所以那边设了叫朱日和基地。先是王田交流道，清泉岗，后面呢是北一女、外交部、司法大道以及总统府，而且这个不是贴图，还真的针对这个总统府就去进行，然后这个画面出来了。当时马英九说，那结果你告诉我说不是针对台湾，那是台湾还有全世界还有另外一个地方。是在小人国吗？是在哪边吗？有这个模型吗？所以这个东西当然是。那至于说这一次是不是针对台湾，坦白讲，这一次你回去看，这个叫做耀武而不扬威，数量最大，声量最小。这个其实你会看到一些特殊的，其实它90艘的军舰，顺着第一岛链，然后呢，路透社还有日本连林芳正都出来关切了，演习的是登检商船，那是代表什么？其实就是中国在告诉一件事情：第一岛链跟台海中线一样，它把你给虚极化，没有第一岛链了，所以它的，然后呢，它现在面对美军3大航空母舰下来，所以它现在呢，就是像我们在海滩上或在高速公路上阻止车辆进行怎么办？丢鸡爪钉，所以它90艘军舰其实就是做这个演习，而这个演练不宣布。那有2个原因，一个是说，因为川普直接就出来讲了，我跟习近平通电话，那所以是不是习近平要想一想，不要给川普太难看，所以做了这个演练。然后第二个呢，其实就是会不会跟我们台海中线一样，不断的在这样演练，慢慢的就把你整个所谓的第一岛链，然后开始变成它的内海化，开始它的军舰就常常的巡检。当然我们还是要注意的，不过呢。有很多时候我们也知道，鸡爪钉高速公路上有大货车来的时候，直接压过去没用的。所以美国你会看到卡尔文森号直接已经到我们东边了。OK， 对，那当他这么大的一个动作，只是要登检商船，某种程度是不是也在告诉国际社会，我有能力是可以做台海封锁的一个状态？以前二战的时候就有封锁，包括登检商船。可是像现在一路往下，到了目前为止，显然包括政治上的一些意图，或是政治上的一些氛围，会有什么影响？林涛。这件事情，第一个，老共在做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同时，马办有说马天总会带我们台湾一些孩子，然后到下礼拜吧，到中国大陆去访问，所有这些，包括萧旭晨所讲这些过程，刚才创下所讲的，对你们来讲的话，在这个节骨眼上，包括马办到那个地方去，会有什么样一些影响吗？基本上我觉得这个两岸就是整个的情势越险峻的部分必须要交流嘛，因为你交流是减少误判，然后也让这个我们讲风险值往下降。所以我说真的，如果它是体育、它是文化、它是教育的交流，我都是觉得很好的。而且你可以看到最近这个双城论坛，我真的觉得很夸张。为什么？因为当我们台北市去上海的时候，没有那么多限制，要带什么媒体就这个清单起来，然后基本上所有过去台北市的随员，中国大陆是全数批准。那我们是102位批准90位，然后讲说啊，你那个国台办主任感觉好像有风险啊，你这个媒体全数不准来，陆媒不准来，然后再加上上次一个复旦大学的学生讲一句中国台北，但我不认同中国台北他讲这句话，可是马上要罚5年。这2件事情加起来，你会觉得我们现在是独裁国家吗？我们现在是戒严国家吗？我们对于中华民国台湾民主自由社会的底气，自己的信心不够吗？这2件事情加起来，你会觉得我们现在是独裁国家吗？我们现在是戒严国家吗？我们对于中华民国台湾民主自由社会的底气，自己的信心不够吗？要用这种封锁、封杀、戒严、独裁的方式做吗？我真的觉得说，两岸在交流的过程中，你要对自己的民主自由信心。说真的，这一次他不过就是来的1天半。请问他1天半讲什么话，会造成中华民国自由民主体制什么动摇吗？你也对自己太没信心了吧？所以我真的觉得有一些要无限上纲，说什么哎呀兵凶战危，然后来统战，大可不必，因为过去长此久往，这不是今年第一次，这已经10几年了。过去大家他们有这样子的一个空间，我们竟然是把这个空间缩减到0的那个，那我们还觉得我们自己是自由民主的国家吗？了解。我比较不认同林涛讲的话，什么来到台湾。1天半讲的话，会不会对台湾造成什么？对我们民主自由、我们言论自由有没有信心？我非常有信心。换个角度，现在
今天我们不准他这9位以及上海市台办的这个所谓的金媒来到台湾，陆委会本来就有陆委会的职责，那他们的考量，如果再来9名记者，台湾的12名记者已经够了嘛？那我需不需要你们再来？可能不需要。这本来就是有一个评估的一个权利跟权限，所以依照今天这个双城论坛的事情，我还是一句话。那个蒋万安，当时我要求你去跟柯文哲要107万的问题在哪里？是因为你们违反台北市议会的但书，而且是蓝绿共同决议的但书。现在蒋万安你要用双城论坛，你不敢去要，所以我昨天讲得很清楚，原来你也是要违反但书，你怕改天你没当市长，我洪建义还在当议员，我要求你还这100多万，所以依照这样此一时非一时啊，我只能觉得说，蒋万安你要尊重台北市议会，你不尊重就算了，你也要尊重陆委会，我们并没有推任何的责任。台北市政府很尊重陆委会啊，那看到台北市政府为什么不尊重台北市议会的决议呢？这个记者会，结果人家媒体问他说：“哎，请问陆委会你的名单可不可以提出细节？”结果媒体说他不在记者会不提出细节，私下问他，梁文杰说：“你不要问那么细啦。”哎。陆委会是准驳机关呢，今天台北市政府完全尊重，而且照着陆委会的机制。那我应该换个角度嘛。梁文杰过去去澳门最爱两岸交流的，桃园市议员，怎么会变成这样？桃园市议员的议会做成但书，市政府可以不用吗？我说真的啦，蒋万安市政府违反了这个东西，你现在又说梁文杰的问题，我觉得越危险越要交流。我是很欣赏蒋万安市长，他挺住压力，坚持两岸交流。OK， 来，正好简单来回应一下。不让记者上海的记者团来，反正就是我觉得就是个警告了，因为就是军演嘛，军演嘛。那双城论坛的主办双方，其他人都成型嘛，那个是一个动作，做两岸之间彼此都会做一些动作。那主要是最近在讲这些事情的时候，我题外话举一个小故事，前一阵子有一个林宪元的案子被起诉。判刑，案子不大，因为是做一个假民调。林宪元后面有2个人，一个是我们常常看电视会看到的国台办发言人，叫做陈彬华。陈彬华是第一批驻台记者，另外一个就是最近很有名的林进东，也是驻台记者。他是2009年驻台的。那个假民调是做侯友宜，赢赖清德，那是用台中的一个网络媒体。叫纸传媒，钱也不算大，比较好玩的是什么？58万多了。陈彬华，国台办发言人，叫他认识的林宪元先生做这件事情。钱是谁付的？谁交钱的 ？OK， 就是最近很红的这个林进东小周。两岸之间统战那个大陆考统战不是第一次啦，但是一直这样搞，就像。祁阳在杭州打球，交流很重要，我都知道。可是交流如果打球，你在杭州遇到那种状况，交流不是一定会带来善意。交流如果像祁阳遇到那种状况，那可能会是恶意的累积。OK， 大家也要思考一下。在未来两岸之间的关系会怎么样？那包括随着可能在川普下个月上台以后，那不止两岸关系，全球会有什么样一些的变化？大家都会密切的观察。下礼拜会不会是整个建华城案或者政治先进案会在起诉与否最重要的一个关键点？如果起诉，内容到底会是什么？我们大家拭目以待。非常谢谢现场所有来宾，也非常谢谢观众你的收看，谢谢我们这边，我们下周见，拜拜。